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 Cloud Code 用到一半，画面上突然出现一行 Approaching Usage Limit， 你的用量快要到上限了。你想说奇怪，我今天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啊。Cloud 官方的部落格前阵子分享了一篇文章，在讲怎么让每一次 Cloud Code 的使用都更有价值。里面提到，同样一个任务，只是换一种方式做，花掉的用量可能就会差上好几倍。那差在哪里呢？跟任务难不难没有什么关系，差别藏在这些 AI 工具是怎么样去计算用量的。我看完之后觉得里面有几个观念很值得分享，今天就带你一起看看 Cloud Code 的用量究竟花去哪里了，以及可以怎么样调整使用方式，避免额度在不知不觉中被吃光。就算你没有在使用 Cloud Code， 里面几个观念一样在 Codex 上也可以使用。如果你不想错过这类实用的 AI 知识，还没订阅的话，帮我按下订阅。我是宝拉，这个频道专门分享 AI 工具的实测，还有像这一集一样的 AI 观念介绍。要搞懂用量花去哪里，我们先从 token 开始。Cloud 会把读进去和产生出来的内容分成两种， input token 跟 output token。你可以大概把 token 想成字数，两种都会消耗用量。如果按照 Cloud API 的定价来看，它产生的内容单价大约是读取内容的5倍。如果你用的是订阅方案，虽然不会看到每一轮的价格，但是这些请求还是会消耗你的方案用量。接下来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事实， Cloud 不会记得上一轮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你每次送出新讯息的时候， Cloud Code 都会把前面的对话、读过的档案还有指令执行的结果一起送给模型。想象你请了一位很厉害的顾问来帮你做专案，唯一的问题是他不会记得上一次谈了什么，所以每次开会你都得把前面累积的会议记录一起带过来。第一次可能只有2张纸，聊到最后桌上的记录已经叠成厚厚的一本。这时候你只是探头进去说了一句好，请继续。看起来只有4个字，但是 Cloud Code 背后它其实把前面累积的对话、读过的档案还有执行的结果一起交给了模型。你只说了4个字，它收回的却是整本会议记录。对话越长，每讲一句的成本就越高，这在请 AI 修问题的时候特别明显。同样是修一个小问题，有人直接跟 AI 说问题就是在这一个档案里， AI 打开档案之后改完就结束了。另一个人只是说这个功能好像有点问题，你帮我看一下， AI 就开始把整个专案翻过一遍，打开10几个档案开始找线索。重点是翻过的每一页都会留在会议记录里面，之后的每一轮它都会跟着一起被送出去。同一件事情做完，两人花掉的量就差了好几倍。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，每次都带整本会议记录，那对话变长之后用量不会很可怕吗？还好 Cloud Code 有一个机制叫做 Prompt Catching， 也就是提示词快取。你可以想象成这位顾问读完会议记录之后，会先在读过的地方画上记号，只要下次带来的前半本内容没有改变，他就不用从第一页重新处理，而是可以直接接着上次的地方往下看。从快取读取旧的内容，用量大约只有一般读取的1/10，所以每次开会虽然还是要带整本的记录，但前面读过的部分比较便宜，主要增加的是这一轮新加入的内容，还有 Cloud 给你的回答。这就是为什么对话虽然一直变长，平常却不一定可以立刻感受到用量大幅增加。但有几个动作会让下一轮读不到原本的快取。第一个，中途换了模型，每个模型都有自己的快取，聊到一半换模型，等于换了一个新的顾问接手，他得重新设计处理整段对话，这一轮消耗的用量就会明显的增加。中途调整思考力度之类的设定，也是同样的效果。第二个，离开太久，订阅用户如果停止操作大约1个小时，快取就会过期。你去开个会，吃个饭回来，接着问下一句， Cloud 就得重新处理前面的对话，这一轮消耗的用量也会特别多。所以做法其实很直接，模型与设定在对话一开始就决定好，真的要换，等下一个新的对话再换。但换个模型只是其中的一个坑，更多额度其实花在几个你每天都在做，但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动作上。接下来我挑4个最容易立刻用上的做法。第一个，换任务就开启新的对话，上一个任务留下来的所有东西，档案内容、执行结果、讨论过程，跟新的任务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却会在之后的每一轮都被重新读取。Cloud Code 里面的指令是 clear， 用 ChatGPT 的话就是新开一个聊天室，一件事情做完，下一件事情开新的。第二个，直接告诉他东西在哪里。还记得刚刚修问题的例子吗？指令越模糊 AI 就翻得越多，
翻过的全部都留在对话里。Cloud Code 可以在打字的时候输入小老鼠加档名，直接把档案付给他，连翻都不用翻。这招在哪里都通用，手上有相关的资料直接贴给他，别让他自己猜自己找。第三个，很长的资料另外派人去读，有些东西一打开就是几百行，像程式的执行记录，这种内容进了对话就会一直待在里面。Cloud Code 有个功能叫做 Sub-Agent， 等于另外请了一个小帮手，小帮手在自己的房间把东西读完，只把结论带回来，过程不会进到你的会议记录。你可以直接用讲的，这份记录太长了，开一个 Sub-Agent 去看。第四个，对话太长就先浓缩。同一个任务做很久，对话已经又肥又长，可以用 Compact 这个指令，把前面的过程浓缩成一份摘要，再继续做。还有一个官方特别推荐的时机，如果你准备离开一段时间，可以在休息前先使用 Compact 压一下，因为快取大约1个小时后会到期，趁它还在的时候，浓缩对话会比较节省。反正回来之后 Cloud 得重新处理前面的内容，不如先让它处理一份压缩过的版本。我自己最常使用的一招是把想清楚跟开始做分开。一开始方向还很发散，我会先开一个对话跟 Cloud 讨论，这个也试试，那个好像也不错。聊到最后，里面通常已经塞满各种岔路跟被推翻的想法。等方向确定之后，我就请他把结论整理出来，拿着这一份结论开一个新的 section， 再正式开始做。新的对话里面只有最后决定的版本，前面那些探索过程就不用每一轮都重新读，也不会让 Cloud 搞不清楚哪一个是你现在要的，哪一个只是你5分钟前随口提过的。我后来也在 Matt Pocock 的 Skills 里面看到类似的做法。Matt 是国外程式教学圈很有名的老师，这1-2年转往 AI 开发教学，对怎么把 Cloud 这类工具用得很好非常的有研究。他会让需求讨论整理规格，拆 Tiki 留在同一个对话里面，让前面的思考可以一路延续。如果中途真的变得太长，就等一个阶段结束之后再 Compact， 等 Tiki 准备完成，真正开始实作的时候，再让每一张 Tiki 从新的 section 开始。所以管理对话也不是说它一变长就立刻要清掉，还在同一段思考里，前面的脉络就值得保留。等工作已经整理成可以独立执行的任务，再干净的切开。一开始我以为这些方法就只是在教人省额度，但看完整篇文章，我觉得重点其实是你花掉的每一分额度有没有真的推着事情往前走。因为留在对话里的东西，除了会在之后每一轮跟着送出，还会占掉 AI 思考的空间。对话里如果塞着400行不相关的测试记录，它每一轮都得重看一次，注意力被稀释了，更容易抓错重点，做错方向。接下来你又得花时间告诉他，这个不是我要的，刚刚那个方向已经不要了。多来几轮浪费的不只是 token， 还有你自己的时间。所以上面那些做法省下来的其实有3种东西：额度、修改的时间、来回沟通的力气。这跟平常的直觉有点相反，大家都觉得资料给的越多越保险，但对于这种每一轮都会带上完整对话的工具来说，留在里面的每一段内容都有成本。真正有效率的做法是只留下现在真的用得上的东西。对话越干净，靠越容易一次抓到重点，你少花一点 token， 也少花一点时间把它从错的地方拉回来。整理一下今天讲的，如果浓缩成一句话，大概就是你每传一句话，前面累积的对话和资料也会一起跟着送出去。虽然有快取帮忙，但对话越长，里面放的东西越多，还是可能多花一点额度。前面提到的4种做法，就是换任务时开启新的对话，直接告诉他档案在哪，长资料交给小帮手读，还有对话太长时先浓缩。下次再看到用量提醒，也许可以回头看一下这个对话是不是已经聊太久，里面是不是留着不少现在用不到的东西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可能就会少花一些 token， 也少花一些来回修改的时间。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，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听别的主题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